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Yvonne。没错，今天这支影片呢，就是快闪米兰28个小时的吃货之旅。那这趟旅程的起因呢，其实是我朋友要去米兰剪头发，听起来非常的奢侈，但其实并没有，因为从苏黎世到米兰只要3个小时有17分钟的车程，而且米兰物价比较低，所以在米兰剪头发不一定比较贵，搞不好还比较好。那大家就想说，好久都没去米兰了，我们就趁这个周末一起去米兰玩吧。这个感觉就很像是台北人周末穿过雪山隧道去宜兰玩的概念，只不过我们刚巧穿的是世界最长的隧道之一，然后跨了阿尔卑斯山。那关于这个隧道，我去米兰的前一天才在瑞士琉森的交通博物馆有看到，所以这支影片呢，我们就来稍微介绍一下这个隧道，让大家看看几个被瑞士扭曲金钱观的吃货怎么样一路从米兰火车站吃回饭店，隔一天再从饭店吃回火车站的大吃货行程。顺便来介绍一下我私心推荐的一些米兰的食物，其中有一项食物是我每到米兰每天必吃，而且会吃超过1个，甚至还会早起排队去抢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被朋友吐槽说明明住在巧克力大国瑞士，还一定要去买的意大利巧克力。因此我们开始吧。欧洲的火车呢，如果位置有被订走的话，那它的座位上面就会显示说这已经 reserve 了，那没有的话就会是空白的，那就可以自己随便坐。苏黎世直达米兰的火车呢，可以直接上 Train Italia 的网站上面订，那最便宜的话应该是80欧起跳。这条世界最长的铁路隧道目前在瑞士琉森的交通博物馆里面有1:1000的模型展出。它不仅连接了欧洲大陆的最北端到最南端，因为本身也是一个观光景点，所以带动了瑞士当地canton的经济发展。钻了17年才钻完这57.1公里，车速在 tunnel 里面最高可以到250公里每小时，大大缩短了从荷兰到意大利的交通时间。现在到米兰了，我们要去唐人街。是我在米兰最喜欢吃的面包店，它在米兰总共有6家分店，靠近中国城的这一家分店应该算是最大家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每次去都没有卖我每天一定要吃的 honey croissant， 这次就买了桃子的代替，也是还不错的啦。我们现在呢，在 Prada 的这个咖啡里面，那这间咖啡站着跟坐着的价钱不大一样。景的话是非常值得来这边看的，但是你愿不愿意付那么高的价位来点餐呢？就看你自己决定吧。现在这边看到那个 drinks menu， 这边可以看到 pastry 的部分，那就大家点完自己去付钱。
牌子大家应该不陌生，因为台湾也有，但是价钱真的跟台湾差太多了。我看到有网站开价是2280，意大利则卖35欧。如果是第一次知道这个牌子的，那还蛮推荐买这个经典款的。这款巧克力呢，就是我即使被吐槽也一定要来买的巧克力。它不甜，遵循18世纪流传下来的古法制作，所以颗粒感非常的重，你不会在其他牌子的巧克力吃到相同的口感。非常推荐大家到意大利的时候一定要买来试试看。好多人在吃的。家超多人在排队的，还有2个，然后它长怎样？小米跟 mozzarella， 然后外面是炸过的那个面皮。如果是喜欢湿蛋糕的部分比较多的话，一定会喜欢他们家的提拉米苏，分量没有想象中的大，我们吃饱饭一个人吃一个刚好。洗澡的地方没有门耶。运河这边呢有非常多的餐厅，但是大家都是中午以后才开始营业，所以早上的时候想吃早餐千万不要来这里，你只能找得到没有 offer 任何食物的咖啡。2022 Best Gelato in Milan， 它里面口味很多，大概有20种可以选择。我点了 Skyr， 就是 Iceland 的 yogurt 配 cinnamon 还好，但 Skyr 不错。然后我朋友说纯黑的那个巧克力非常的浓郁好吃。没错，因为我没有吃到 Honey Croissant， 所以我们又来 Princi 了。这次是在多摩旁边的这一家，我之前来也都是在这一家才买得到 Honey Croissant， 就有点太晚去了，中午12点，所以只剩下最后一个被我抢到了。大家一定要来吃 Honey Croissant。Honey 是流淌在 Croissant 的一层一层面包中间，是那种野花蜜的味道，吃过一次就会惊为天人。这家 gelato 也是非常有名的，我朋友甚至吃完之后几个小时后又回去再买了一只。他们家的手贝都不错吃，我自己点的是苹果肉桂的手贝，然后还有在意大利必点的 pistachio， 最后这个是吃起来有点像带酒的橘子巧克力。最后这个口味我朋友们试过都一致觉得很好吃，它是有点带 cheese 咸咸的感觉，所以还蛮特别的。
临时去一趟米兰呢，让我深刻的体会到，在苏黎世顶着瑞士薪资的人类到底有多么的幸福。从苏黎世有直达班车到米兰，只要3个多小时，然后瑞士薪资又这么高，所以去米兰看什么都便宜。重点是因为瑞士不是欧盟，所以还可以退税。意大利食物又好吃，不过有一点小小的缺陷，就是大部分都是淀粉，所以一整个淀粉炸弹。因为这次的同行人大家都不是第一次去米兰了，有些人在米兰念了4年的书，有些人甚至在意大利长大的，所以比较少景点介绍。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一类型的快闪出国日常影片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喽，拜拜。